韩国模特女拳王这把真的火了，比赛打着打着一不留神，竟然把自己的内衣给打飞了。我们注意看，蹲在地上的正是韩国的模特女拳王金正华。此时此刻，她正在捂着胸口，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走光，被狗仔拍到。原本这场比赛只是一场普通的女子拳击比赛，但是因为韩国的模特女拳王太过于高傲，太过于自大，瞧不起对手，结果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观众朋友们出现了一些意外。具体什么意外，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上方的文字您简单阅读一下就知道发生什么了。好，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我们注意看，相信大家伙都能看得出来哪一个是韩国的模特女拳王。且先不管如此火辣的身材是真是假，但视觉上的确是非常具有冲击力，非常的炸裂。好，注意看双方的拼拳，哇，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两个女选手打出来的比赛。要知道，穿着白色短袖的女子，她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内蒙，小姑娘很年轻，而且身高还不到1.60米的身高。但能看得出来，她绝对是一个小钢炮。一方面是我们中国内蒙的民风比较彪悍，而另一方面是她赛前遭到了羞辱。没错，韩国的模特女拳王嘲讽我们的内蒙姑娘长得太丑。什么情况？疑似很清晰的读秒，我实在想不清楚，心胸这么宽广的女人，为什么又心胸狭窄呢？不太理解。总不能你长得好看，你就羞辱别人长得丑吧？好，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好，每一个动作都值得我们截图去观看。好，比赛继续，又开打。小心，这怎么还想上脚呢？在选手倒地的时候是不可以踢的尤其是不可以踢头。在比赛当中呢，简称足球踢，这是一个很恶意的犯规。好，比赛继续。哇，双方连拳带腿，这多亏是戴拳套。哇，这如果不戴拳套的话，想必就是抓头发，抓脸。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泼妇打架的场面，想必都见过。但今天多亏两个人语言不通，所以说呢也骂不起来。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现场的男裁判，每一次这个拉架的时候，他都喜欢去拉这个模特女拳王，太现实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没错，他肯定会率先的去拉拦这个模特女拳王。什么情况？这是拉偏架吗？我们不得不佩服韩国的整容技术，的确是有两下子，可以说是从头到脚，哪怕到你的汗毛跟头发丝儿都能给你好好的改造一番。什么情况？有点累了，是不是心胸太广阔有点沉呢？什么情况？观众朋友们，别怪我没提醒，该暂停暂停，该截图截图。没错，这位韩国的模特女拳王金正华，她的内衣被打飞了。打飞不是很准确只能说是被打歪了，打掉了。我们看此时此刻，她正在用一只手死死的捂住。毕竟她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将来呢还要出席一些个影视剧的作品，包括一些大的场面。所以说此时此刻千万不能够有什么失误，如果有失误这将会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污点或者说黑点。我们看一旁笼子外边的男同胞，此时此刻全场的男同志都站起来了，用手机的都忍不住用起了他的放大功能，离得近的赶紧的都凑了过来。好，没有问题，比赛继续。好，现在两人的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虽然说这位内蒙的小姑娘的确是没有那么的出色长相上，但最起码没有像对方口中那么丑。哇，体能还是很充沛，吃牛羊肉长大的和吃泡菜长大的这个体能就是不一样。但这个韩国的模特女拳王，她的奶量不是她这个体能也很充沛这个体量也很充沛
哇，读秒了！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会好奇，为什么一个模特女拳王会来参加这样的比赛啊？观众朋友们都是为了收视率，都是为了知名度啊！要知道，看拳击比赛的人呢，90%以上，不说90%吧，95%以上都是男同志。所以说，带着一副好身材，一副好脸蛋啊，穿着呢再靓丽一点你就可以收获一大批男性粉丝。她本身就比这个内蒙小姑娘啊，这个负重前行，她本身就是啊，这个负重在打比赛。当然，我们经常说呢，这个前凸后翘，也为了保持稳定性，所以说呢，这个负重大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主要是为了稳。好，这场女子之间的激烈大战终于结束，最终的结果没有错，让我们恭喜这位内蒙小姑娘一雪前耻，获得了比赛胜利。本场比赛精不精彩，好不好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正式安排张美丽的师妹和韩国的国宝级女拳王徐艺勤打了一场，结果她真就把张美丽的师妹当成了张美丽，发布会上就气焰嚣张，动手打人。比赛中更是下手要多狠毒有多狠毒，硬生生把张美丽的师妹暴打毁容。赛后还不忘记亲口挑衅张美丽一番。你知道吗？张美丽实在是太可笑了。我不知道是谁给她的勇气，竟敢来挑战我，把她亲手打到毁容，让她感受一下我们韩国的整容技术。比赛国际拳坛很少举办，那一旦举办，收视率绝对是全球第一。而且到目前为止，挑战成功的奖金已经高达5000多万。但从一开始挑战者人山人海，到现在挑战者屈指可数。给我瞄准了打！侧拽腿！这上回马枪这感觉。低扫腿，这一下是5秒了。中国腿王踢飞韩国名将，一脚把对手踢进医院，对手连走路都成问题，只能被教练背下擂台，实在太解气。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现在隔着屏幕，我们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没错泡菜的味道。韩国选手，韩国金牌打手金东星他出场了。这是韩国选手的特点，我们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这个泡菜的感觉这是一种专属于韩国人的特殊气质。据说金东星这个小棒子他1分钟之内可以踢碎500多块木板，因此自封了亚洲小腿王的称号。他甚至还狂言，如果说他的腿法是世界第2，就没有人敢称自己是第1，就是这么狂。正所谓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世界早晚有一天他是韩国人的。熟悉韩国跆拳道的观众朋友们都很清楚他踢的那个木板都是合成木板，木板中间有条缝不要说让咱们去踢了，让一个2岁小孩上去碰一碰都会碎那韩国人向来都是井底之蛙，放肆又大胆，他竟然向我们中国的扫腿王卢东强发起了挑战。怒火麒麟卢东强生涯战绩50战46胜，WBC 国际自由搏击金腰带拥有者，连续2年获得全国散打60公斤锦标赛的冠军。作为一名腿法高手，他的腿法可以说是堪称一绝。不仅势大力沉，威力十足，而且每一次的进攻角度也是相当刁钻，让对手防不胜防。有的时候我甚至在想，如果卢东强去踢足球，恐怕我们中国早就拿到世界杯了。好，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这是一场3回合，每回合3分钟的大战。我们看卢东强一上来火拼，两个人拼得很猛2名腿法高手拼的貌似并不是腿，而是拳对，这个连续出拳，怒火麒麟要打准的，上来就发飙还是要加强准度。不加强准度的话，第一是对对方造成不了太有效的杀伤，而且关键耗费掉对方会很轻。拳法的幅度也比较大高手漂亮，
击腹连续的。对，23岁的韩国小将，表现也不错啊，也反击动作也是相对来说，还能很能及时的打漂亮啊，一个正蹬腿。我们在腿法对拼这一块，我们的卢东强已经拿到了优势。这个腿法的确是带劲儿啊！实际上，我们看双方大腿的这个粗细，你看卢东强还有低扫，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接腿之后的扫踢，这都是散打里的招式。而这个韩国的小棒子啊，他练习的是泰拳为主，跆拳道为辅。身内下打后手，明显就是有点，就是我打了之后马上贴着你，没有继续的动作，因为打了好了之后，我打了之后再拉回来，再出前手、后手或者膝这样的腿法。但是我能懂你一下的节奏，动作贴着你，好漂亮。这低扫，那低扫扫的很难受，腿已经疼了。扯感觉了，而卢东强紧咬牙关，对。保护好自己的头部啊！重，把卢东强逼到那个角落，但卢东强就凌波微步，直接就出来了。双方这个拼打还是确实是正蹬腿了，对，控制好距离。韩国的小棒子，观众朋友们明显已经打上头了。长达1分多钟的王八拳法，这既不是泰拳，也不是跆拳道啊！我们看他就是抡没劲儿了啊！本身吧，这伙食就不好，这天天不是泡菜就是豆芽的，这体能本身就不好，你还这么毫无忌惮，不节约体能去打，你不输那谁输啊？高手爆头，再来，没有3点着地啊！如果这个是3点着地的话，估计裁判会有一个犹豫啊。确实那个很重啊，一个侧踹腿，漂亮，好像是踹中了咽喉的部位，又来了一下，也很危险啊。对，很少能看到转身后摆，再接前手拳啊，很少能看到这么漂亮的侧踹，而且是正中咽喉要害部位。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注意看啊，蓝方选手小金毛便是韩国小棒子金东星，而红方选手便是中国的怒火麒麟卢东强。原本说好的这个韩国小棒子啊是要来拼腿法，但是今天呢，对方明显是改变了战术，因为他发现啊自己的腿法在卢东强面前不够看。好，双方的火拼还是很激烈啊，火药味还是很浓。对方一脸不服，你瞅什么瞅？去你丫的！还瞅啊？瞅就踹你！平勾，时机掌握的非常好。对，看准，连续的。对，再来，逼到角落了。啊，又是连续的前手平勾手，再击腹好几下。对。我觉得卢东强每次的前面的准确度不错，但是在后面在追加的时候，拳的准确度啊，还要加强一些。这下有个大膝的摔法，对，双方同时摔倒。这场比赛忘记介绍了，卢东强的岁数比对方大了7岁啊，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巅峰时期，已经到了生涯的末期，就像是一个拳坛老将在打一个愣头青。我们看，无论怎么踹啊，对方就是一往无前，你感觉他已经没劲儿了，随时都能倒，但就是啊还能站起来，很奇怪啊。这个特点和日本人很像啊，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也就是蟑螂。好，我们看还有第2局还有1分钟，现在在靠不要过多的搂抱啊。我看到很多外防选手就是对我们中国这个侧踹啊，确实不太善于防守，没有抵抗力啊。对，啊，又前手看得很准。我觉得既然卢东强已经得手这么多次前手进攻啊，不如再加强一下。对对对，把力量再加强一下。金东星的体能好像恢复了，你看一直向前压着打。对方这种疯狗式的打法的确是不多见啊。
他主要是他的战术呢也很明确，就是要不断的贴近再贴近，来限制我们卢东强的腿法。因为发挥腿法需要一个距离，最起码需要2个身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动距离啊。这个回马枪，哈哈，看起来好像是漫不经心啊，没有看对手，但实际上都盯着对方呢。对，走过了。好，第2局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局啊！好，开打了。经过5分钟的休息，相信2位选手都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看看双方恢复的都差不多，然后看看高潮，反而换金东兴开始高潮了啊！对，之前他都几乎是没有高潮。一场这个迎击太漂亮，对，再接西座。虽然说卢东强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猛了，但是多次的重击啊，竟然没有中错对手。我现在有严重的理由怀疑对方啊，可能是打的兴奋剂。你看，第3回合了，这个小棒子，你看体能还是很充沛。但是对方这种打法呢，在我眼里是毫无章法呀，靠的是抗击打能力，再加上无尽的体能。但拳法上来看，就是各种王八拳法啊，和一些个乱伦的拳法，而且它的精准度很低啊。这样一来，现在我们无论怎么看，这个金东兴韩国小棒子的分数绝对是不高的。对，侧踹腿，但是侧踹腿效果明显，但是我们知道侧踹腿这种腿法跟相对于其他的腿法来说，确实有点耗体力啊。没错，带动的肌肉速度实在太多了。对，出镜的西撞连续，再来一下，再继续。对，因为他已经把对方头压得很低了，再来一下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对手有了一个侧身的动作，所以裁判及时的就是终止了这个。如果他连续再加一个的话，效果会更好。没错。一扫迎击漂亮，击倒了。选手不是一个因为在我们的规则里面有flash knockdown 闪电击倒之后，马上根据场裁来决定啊。如果你被击倒以后，你神情是涣散的，裁判会秒，或者是裁判在你被击打那一刹那判断。这是低扫腿，这一下是5秒了。真是不容易，终于是重挫对手了。我们看韩国的小棒子还能站起来吗？你还能站起来吗？裁判终止了对局。虽然说对方看起来的确是很抗揍，体能很充沛，但是我们卢东强这位怒火麒麟的腿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一腿又一腿，刚刚最后一腿啊，那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看情况，这个腿应该是废了啊。回顾之前，赶紧在我们中国买根拐吧。我们中国这个 Made in China， 我们中国的拐杖一般质量都很好，保证你用一辈子啊，都好使。恭喜卢东强，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日本人呢，我就想笑。你说谁能想到一个日本人站大老远的扛着一把武士刀跑来中国踢馆，而且我们注意看他的纹身啊，左青龙右白虎，生怕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啊，中间夹了个250。他的名字叫青地大佑，没错，他是一个日本的右翼分子，也就是反华分子。好，再注意看他的发型，哈哈。哎呦，这是什么脑型？地垄沟发型吗？还说是核废水喝多了啊，导致这个营养有点不太健康。我们别看这个小日本子啊，脑子有点不太好使，但这个家伙是一个日本武士，而且赛前也是相当的狂妄啊。他表示不仅要战胜我们中国选手，而且还要把我们中国选手的脑袋砍下来当球踢。但这场比赛我只能说呀，这个小日本子他的命不太好啊，来中国踢馆竟然遇到了大名鼎鼎的东北虎王冠。我们注意看王冠不怒自威的表情，形容的就是现在。王冠人生当中啊，他最大的2个爱好，一个是打小日本子，而另一个爱好那就是打嚣张的小日本子啊，没错，说白了就是看这帮小日本子不顺眼。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小日本子他绝对是踢到钢板了。好，注意看，还是一脸不服，歪嘴瞪眼儿。
你别着急啊，你别看你现在是主动歪嘴，一会儿打到你想不歪呀，你都难。好，这场抗日对局已经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东北虎王冠的表现。这个大肉呢，他以前曾经练过4年的拳击，哎，步伐比较灵活。从这个现在装出一种试探性啊，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还有5局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且每个人双方的实力都没有展现出来。王冠这个高边腿非常聪明，这个往右倒的，我啪，高边腿切入你的走的路线，封住你。一个高边非常充满智慧的组合性进攻，这种很具杀伤力、有震撼力，给对方一种心理上的一种震撼力。这个小日本子可以说是根本挡不住东北虎王冠的进攻啊！刚开局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连续2次击倒，可以说在东北虎王冠的面前，这个小日本子就像一条小野狗啊！所以说呢，被吓到腿软，经常倒地呢也正常的啊。有一次，这个真是双腿吓到发软，赶紧检查一下这个小日本子的裤衩，看他这个内裤湿没湿，我怀疑他已经尿出。到王冠手上王冠自己摔倒，对方一分。不错，这场比赛开始掀起了整个中日对抗赛开赛以来的一个倒计时，中心还有别的。第2局能不能出现 KO？按照今天王冠现在的状态，不要说 KO 了，我觉得打死对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又倒了，小细狗腿儿，双腿发软，没办法，这个老虎就是天生是野狗的克星啊，我们是天敌，对方见我们那就是孙子见爷爷啊，害怕也是很正常的。应该能够全面的发展自己，综合能力强，在国际上，在擂台上就显得有自信。现在看王冠的命中率很高啊，他现在完全把握了比赛节奏，我想太快，我想慢。王冠的高边腿接后手拳是接的非常快。看到这个小日本子他一次又一次被击倒在地，观众朋友们，那现在的心情就别提了，我心里边那是美滋滋啊，比喝了一罐蜂蜜都要甜。什么情况？不打了，观众朋友们，不打了。这个小日本子轻敌大佑，小狗腿真是不行了。我们看他是被人搀扶着下台。好，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着急划走。蟑螂这种东西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绝对不可能只有一只，它绝对是一窝。刚刚我们的王冠刚获得比赛胜利，他的师弟袁奇、袁术立马找上门来。你看这个家伙。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这个脖子一伸一伸的就像这个王八探头王八出海一样。而且他今天这一身装束，不知道的我们还真以为这个家伙家里边办丧事家里边死了人呢。好，这场比赛的擂台守擂者依旧是东北虎王冠，打一个我们不嫌少，打2个我们也不嫌多反正无论怎么打都能过手瘾，都能让我们中国人感到开心，这是好事。好，我们注意看，和他的师兄呢都是一副德行，吹胡子瞪眼。现在你瞪眼没关系一会儿我们就让你死不瞑目。火药味十足。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5场比赛，男子70公斤级的较量，红方来自西安天的王冠，南方来自日本的岩崎元术。在今天的直播结束之后，王洪祥、孙武，还有武林广播的代表，还有我本人，将在武林风网站和网友进行接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武林风官方网站。对，这样一出我们可以看到这头小日本子明显是要比上一个日本选手轻敌大佑要扛揍得多。王冠这么打他竟然还不倒，
说明他的确是有点本事啊，抗击打能力的确很强。好漂亮，拳脚没效果，那我们就开摔。王冠被劝告失去1分，因为不许这种主动的抱摔。王冠打得很聪明，直拳架上勾。看吧，观众朋友们，纵使这个小日本子再抗斗，在王冠的面前啊，那无非就是一个稍微新一点的沙包。再新的沙包，总有被打旧的那一天啊，被打报废的那一天。好，王冠想要趁热打铁，很明显是想 K 掉对手。直拳，然后是上勾。看吧，观众朋友们，东北虎果然是名不虚传，又一头小日本子倒下了。但正所谓一个不嫌少，两个不嫌多，我们3个刚刚好。我们看，这是第3个来挑战王冠的小日本子啊，他姓甚名谁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过一会儿他会非常的惨。具体有多惨，观众朋友们，我只能说呀，千万别眨眼，因为这场比赛实在是太快了。当然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王冠的身影了啊。的确，王冠出名是在08年。对，其实08年对宏翔来讲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哈。我记得你应该也是从08年开始，慢慢的已经红遍了全球哈。没有，我从06年就打了。哇！没有啊，其实我从06年开始打的啊。王冠直接一个后手，把对方直接 KO 了。看吧，观众朋友们，他姓甚名谁根本不重要，我们也完全不需要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现在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估计呀是活不了了。好，王冠很兴奋，因为这是他有史以来职业生涯最快的一次 KO， 而且还是打的小日本子，可以说呀那是1石2鸟啊，双喜临门。哎呦，这还抢救什么呀？干脆别抢救了，浪费资源啊！反正他活着也是浪费空气，死了也是浪费土地，干脆扔回日本的核废水的里，干脆扔到日本的福岛，干脆扔到日本的核废水里边，让它自生自灭算了。好，恭喜东北虎王冠，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